不让我加入五常，我就退出联合国，组建新联合国。隔壁印度又撂下豪言壮语了，对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要发言了。如果真有那个实力，加不加入五常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没有实力，就是给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有什么用？还是那句话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实力足够强大，规则就变成了一纸空文，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。反之，没有实力，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才是正途。显然，印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，放出这种狠话只会让人啼笑皆非。为什么印度想削尖了脑袋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？为了加入五常又有多疯狂？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早在尼赫鲁时期，印度就已经想加入五常了，声称无论能否入常，态度还是要有的。印度的勃勃野心可见一斑，就是想要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成为南亚大国，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。然而，印度心比天高，身比纸薄，没有公主命却得了公主病，因为印度自身的条件实在说不上好。首先，印度国内土邦林立，宗教复杂，其种姓制度至今为人所诟病。其次，印度民众识字率令人堪忧。在疫情期间，当其他国家都在采用科学的方式管控病毒扩散，大力发展疫苗时，印度却指望恒河水、印度神油、祭祀等迷信的方式驱散病毒。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荒谬至极，然而在印度眼里却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。印度的荒诞还体现在对莫迪的神话。当一个国家需要造神来维持统治、笼络民心、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？这种造神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，早晚自食恶果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入常只是印度给国内画的大饼，还有诸如上天、研究核武器等，通过树立宏大的目标来增强民族自信心，维护内部团结，制衡国内的各种势力。另外，一旦入常成功，印度就有了一票否决权，可以在安理会中左右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解决，进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走向，比如中东问题、朝鲜半岛局势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印度可以名正言顺地降巴基斯坦一头，周边小国出于利益也会讨好印度。入常诱惑力如此之大，印度是朝思暮想的想加入进去。那么，印度真的具备入常资格吗？能入五常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。中美俄英法是联合国5大创始国成员，也是在二战里为胜利贡献最大的7个国家。中国和苏联均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，为了抗衡法西斯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。美国自不必说，也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。英国则是上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，德国闪击波兰时，英国就第一时间对德宣战。而法国虽说二战后落魄了，但人家有美国这个大哥，硬生生的被抬上了理事会的席位。再来看看印度当时在干什么。整个二战时期，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存在感非常低，整日受英国人的气。唯一的高光时刻，竟然是临时组建的傀儡政府和伪军。印度自己都看不下去，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殖民者的控制。当时，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，推翻殖民统治，此乃虚虎吞狼之计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先是去找了德国的那个美术落榜生，结果吃了个闭门羹，最后又转而投向了日本。得知鲍斯的宏达梦想之后，日本不仅帮助其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，由鲍斯担任总理，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。鲍斯一度认为日本能够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，因此组建伪军助纣为悦。也不知印度怎么想的，后来一度对鲍斯这个甘当小日子马前卒的政客推崇备至，直到现在，鲍斯的画像竟然和甘地、尼赫鲁一同悬挂在印度国会里。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对其做出高度评价。每个印度人都为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。试问，这样的印度真的有加入五常的底气吗？但印度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其想入常的野心可以说是疯狂至极，甚至想另立门户。为了入常，印度积极展开了行动外交，在软磨硬泡下，美俄英法4国不耐烦了，一度口头上承诺好，同意了。印度信了，似乎只剩中国还没表态。印度自知过不了中国这一关，于是便将怨气集中在中国，污蔑中国有意阻止印度的进步，真是荒谬。这还没完，印度为了得到美俄英法4国的口头承诺，还动用了超能力。奥巴马只是个人口头承诺支持印度入常，连印度网友都戏谑说不信，印度政府就已经赶忙献上了100亿美元大单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。殊不知奥巴马说的只是客套话，对此中国不屑于正这一点不义之财。
退一步讲，如果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：2/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，5大常任理事国同意。哪怕第一个条件达成了，美国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依照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，印度是怎么觉得美国会允许多出一个国家分享自己的权利的？除了贿赂美俄英法4个大佬，印度还积极拉拢盟友对抗联合国。2004年，日本、德国、印度、巴西4国集团联合起来，提出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，意思是联合国都成立快80年了，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，比如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数量，甚至还撺掇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建议，试图动摇无常的权利。结果自然是吃了个闭门羹。迄今为止，4个国家依旧在轮番申请加入联合国，但都没收获什么好果子。首先是日本，日本在2战中是侵略者，异想天开的想入常压根没戏。德国也是这个理儿。再看巴西、墨西哥和阿根廷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印度则遭到宿敌巴勒斯坦的强烈抗争，4国联盟入常受阻，于是退而求其次，希望能够扩充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。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算盘也落空了。时间来到2015年，莫迪老先上台1年后，入常之梦死灰复燃。这年9月，莫迪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 G4 峰会，旨在拉拢77国集团、不结盟运动的南方国家，以及曾经支援过的非洲国家，希望能扩大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。此外，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L69集团，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议程，2016年，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。管中窥豹，这些国家都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，好为自己谋福利。可现实很骨感，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五常共同打下来的，自然要享受胜利的果实，怎么可能被一些充数的小国家一票否决掉？但印度依旧不死心，为了入常可谓是殚精竭虑，一方面结盟，一方面大力人设，不遗余力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形象，自诩南亚霸主、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。打脸的是，这些人设一经立出，立马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。莫迪老先2次连任，单方面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，致使巴以关系加剧。净安全提供者的人设不攻自破，莫迪老先这是自己扇自己的脸。除此之外，原则上只有五常国家可以合法持有核武器，这叫维护世界和平。然而，印度为了向联合国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，无故劝阻大力研发核武器，这难道就是所谓南亚霸主的风姿吗？打不过就诋毁，也是印度惯用的伎俩。早在1962年，印度就曾挑衅中国主动开战，结果却惨败而归。现如今，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中印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，其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的构想难以实现。就诋毁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，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制裁中国。印度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将中国从联合国除名，自己上位吧？别痴心妄想了。先不说日本、德国对常任理事国席位蓄谋已久，印度得往后排队，恐怕到时候五常轮流背锅投反对票。联合国席位是打下来的，是多方博弈出来的，而不是靠几个国家抗议出来的，更不是围着桌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增添常任理事国席位数量。印度想入常基本是不可能了，除非自己大舞台成立一个新联合国。但是在那时，印度恐怕只能自己登台独唱小丑戏了。胜利不会向那些畏惧牺牲的人微笑。俄罗斯军事家苏沃洛夫的这句名言在俄乌战场上得到了残酷的印证。据多家国际智库的综合估算，俄乌冲突爆发3年来，算上所有阵亡、重伤和失去战斗能力的人员，俄军伤亡总数已经高达67万。然而，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时，俄罗斯军队仍顽强作战，俄罗斯社会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，这是为何？能在3年苦战里承受67万伤亡，俄罗斯首先依靠的是强而有力的战争动员能力。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，截至2023年，俄罗斯人口约 1.46 亿，其中18岁到45岁的适龄男性约占总人口的30%，也就是4000多万。即便扣除了那些因为疾病、年纪过大、不适合服兵役的人群，俄罗斯的潜在兵员仍然超过2000多万。英媒在2024年9月的报道里就详细估算过，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累计伤亡已超过7万，而因为战争导致伤残的人数可能是其数倍。但这对于俄罗斯的庞大人口来说，远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。法国《费勒家报》在上个月就报道，
俄罗斯每月招募3.6万到4.2万新兵，2024年全年征召43.2万人到50万人。在这种恐怖的暴兵能力下，可以说俄罗斯每个月在乌克兰战场上死多少，马上就能填补多少。俄罗斯的兵员补充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，即使吱吱作响，但仍在坚持。并且为了拉到尽可能多的兵员，俄罗斯官方也摒弃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沿用的威逼做法，而是对上战场的士兵予以高薪诱惑，以利诱来调动俄罗斯人参军的主观能动性。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来自西伯利亚小镇的伊万，在2022年9月，普京宣布部分动员，征召30万预备役军人时，伊万加入了军队。当被俄罗斯媒体采访为何参军时，腼腆的伊万笑了笑，咧开嘴，激动说道：“我41岁了，有2个孩子，本来在工厂上班，但动员令下来后，我被召回部队。虽然感到很不情愿，但每个月15万卢布的高薪让我无法拒绝。”这种经济诱惑在俄罗斯贫困地区非常有效。此外，俄罗斯监狱的囚犯也成为了俄罗斯补充兵员的好地方。据西方媒体报道，2023年，俄罗斯雇佣兵龙头瓦格纳集团就从监狱招募了5万名囚犯。时任瓦格纳头头普里戈金直接对着这帮劣迹满身的犯人喊道：“与其在监狱里继续当人渣废物，不如响应总统号召上战场。只要你英勇作战，在战场上待满6个月，就可以重获自由，还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回家乡潇洒。”瓦格纳的宣传并不是空话，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囚犯入伍前因抢劫被判有期徒刑10年，他在顿巴斯前线作战4个月后获得释放，成为了动员的活广告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为了保持战线上的人数优势，俄罗斯甚至将伤兵重新送上战场。《费加罗报》就提及一些断手断脚的残疾士兵被强制复员作战。例如，在2024年的秋天，因兵力短缺，一名叫伊万诺夫的炮兵在失去左手后，先是在医院休养了2个月，然后就被送回前线操作无人机。这种榨干士兵最后一滴血的做法虽残酷，但在战场上确实让俄军获得了优势。乌克兰国防部在2024年10月宣称，俄军在前线的总兵比仍然维持在50万左右，几乎是2022年开战初期的2倍。不得不承认，俄罗斯的战争动员机制就像一台老式机车，即使冒着黑烟，噪声巨大，但依然能保持前行。即便存在新兵训练不足、士气低下的问题，但核心问题解决了，那就至少在数量上，俄罗斯还撑得住。俄罗斯还能撑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战略战术优化。在3年战争里，俄军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术，借助技术升级，尽可能减少伤亡带来的冲击。在战略上，俄罗斯军队在开战之初只想着速战速决，多路进攻基辅，结果因为补给线过长，指挥混乱，吃了大亏。2022年4月，俄军在基辅附近就损失了至少1.5万名士兵和数百辆坦克。此后，俄军便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，收缩战线，集中兵力于顿巴斯地区。据外国军事专家分析，俄罗斯军队放弃了传统的大纵深突袭，转而采用缓速推进，使用火炮和无人机轰炸削弱敌方实力，再派步兵缓慢占领。这种打法很像农村里的磨豆子，虽然慢，但可以更好控制伤亡。乌克兰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据乌克兰官方数据证明，在2022年下半年，俄军每个月的伤亡从1.5万下降到8000人。从减少伤亡、更好为持久战创造优势这个条件来说，俄军的战术调整无疑是十分有效的。另外，俄军也摒弃了历史上沿用的人肉冲锋战术，而是使用先进技术来达成战术目标。从2023年起，俄军就大量投入柳叶刀无人机在乌克兰作战。据俄国防部数据，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在赫尔松前线就摧毁了超过500辆乌克兰装甲车，而俄方损失仅为操作员和设备成本，人员伤亡仅为个位数。在2024年6月的扎波罗热战役里，俄军使用无人机群配合远程火箭炮击退乌军反攻，自己只损失了不到200人，而乌方伤亡据称超过1000人，这极大缓解了俄方的军事压力。可以说，如果把俄军比作一辆破烂的拉达轿车，战略战术的优化就像给这辆破车换装了新轮胎，虽然跑不快，但不至于翻车。67万伤亡确实让人感到恐惧，但通过上面所讲述的种种方法，俄军把损失分散到了3年，避免了瞬间崩盘的风险。当然，能让一支军队最能扛住伤亡的，还是俄罗斯人本身的精神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。伤亡接近70万，苦战3年，俄军仍在坚持。之所以不怕伤亡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回到俄军的组成主体——俄罗斯人。俄罗斯人为什么不怕伤亡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志和历史传统里。
这个称为战斗民族的国家有着习惯苦难的基因。据英媒统计，截至2024年9月，战争持续快1000天，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抗议规模却始终零零散散，远不及西方媒体的预期。与之相反，民调显示，2024年仍然有超过60%的俄罗斯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，这与西方国家的战争抵触形成鲜明对比。俄罗斯人似乎对伤亡有更高的忍耐力，这种韧性从何而来？历史给出了答案。在二战里，苏联损失了2700万人，苦战4年，最终打败纳粹，把旗帜插到了德国国会大厦上。而法国皇帝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国后，俄罗斯军民团结如一心，用焦土战术拖垮了法国，甚至不惜一把大火烧掉了当时已有600年历史的莫斯科，让法军无法获得补给。可以说，俄罗斯民族的斗争精神就像西伯利亚的冻土，表面冰冷坚硬，深处却蕴含生机。不畏瓦全的传统深深烙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里，而这种传统也被延续到了俄乌战场上。2023年，俄军士兵亚历山大在顿涅茨克被炮弹炸断双腿，仍坚持用无线电呼叫支援，直到战友赶到。他的故事在俄罗斯军队中广为流传，成为激励士气的象征。尽管俄罗斯士兵常常因为糟糕的后勤等因素抱怨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却总是遵循内心的信念而行动。我们是为祖国而战，伤亡不过是勋章罢了。这种信念让67万伤亡虽然沉重，但却并未击垮俄罗斯民族意志。而在社会层面上，俄罗斯政府也极其会调动俄罗斯社会不怕牺牲的传统精神。普京总统常在演讲里提到，我们没有退路，唤起民众的历史使命感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俄罗斯的民族意志像一棵老松树，风吹雨打不倒根，只会让它更加倔强。67万的伤亡是一个数字，更是对全体俄罗斯人的考验。历史已经证明，俄罗斯人擅长在逆风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苦难辉煌。在伤亡面前，俄罗斯没有退缩，而是在用血和汗书写着自己的答案。仍在战斗，绝不投降，要带已经牺牲的同志胜利归来。